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贵州。我旁边这里是一条河流，对面有一个村落。那同样这里是不通公路的。那村民进出的话，就必须得坐船来到这边才能出山。今天就准备去这个世外桃源的村落看一看，顺便呢也体验一下当地村民进出的交通工具。经常说的碧水青山，形容的可能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里以前呢也是一个渡口，当然现在也是。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机动船，还有那种木船。我们老家呀旁边也有个水库，所以小时候呢我也经常划船去菜园子、田地以及放牛。今天呢我们有再次体验一下。其实在湖北的西部还有贵州乌江一带啊，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样的村落，就是不通公路，然后靠坐船出发。我们前段时间在黔东南龙江那边水族村落也看过了，这附近呢都是大山，相当于是崇山峻岭。贵州的村落大部分是在这种山上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附近这个村落是不是非常偏僻。我从那个县道走进来大概花了1个小时，基本上只能过一辆车，非常难走。那这个村落可能只有10几户人家。其实我感觉这个村落挺孤单的，因为附近呢都没有人家，只有我站在这边村落可能比较多。不知道当年如何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居住。现在我已经打了电话，叫那边的那个人呢过来接我，因为这个地方你没有船的话是过不去的。大家看一看今年有多么的干旱，往年水可能到上面了，今年整个南方啊都是比较干旱的，等着过河。这样简单看一下，村落里面木房子占绝大多数，水泥砖的呢少部分。一般来到贵州大山里面啊，到处都能看到那些木房子，你像苗族的、侗族的很多，还有吊脚楼。那么这个村民住在这里，他们的土地在哪里呢？旁边那里还能看到一些梯田，可能这个村落在这里世代生活了几百年的时间。因为你来到贵州啊，哪个地方可能都有村落，只是大小的问题。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多么的干旱呢！那个船工和船来了，开的是机动船，这个还挺大的。我一开始以为是旁边那个木船呢。那这样过河就很快了，因为在河当中，如果是木头船的话，是人工手动划的，那种更有意思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划。那这种机器带的话又快，然后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吵一点。在这里居住的村民啊，世代是通过船只往来的。这应该是我在贵州第2次坐船，第1次是在龙江那边的水族村落。这个船还有方向盘呢，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个船有点不一样吧。平时看到那种小船、游艇呢，掌握方向是在后面，有螺旋桨一样，而它这个呢，方向盘在前面了。好，到了。这里就是有点吵，我们刚刚是从那里下来的，跟着船进行走。靠岸了，挺快的，2、3分钟就到。这个船是你自己的还是谁给你投资的？交通局。哦，就政府是吧？你一个人啊？啊，对，我一个人。哪个车是你开的？啊，对，那你是专门负责开是吧？哎，对了。你一家人都负责开吧？只有我的。哦。我们家是他是手推的。我们家以前呢也是在水库旁边，那种木船也划过，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有没有木船，因为好久没划过了。你是哪地的人吗？我江西人。哦。我听说贵州很多人都是以前江西迁过来的。哎，我们都是嘛，江西其实。刚刚就是坐那位大叔的船进来的，他在这里划船已经15、16年了。那个船不是他自己的，是属于政府安排他在这边划船的。当地的村民进出是不收费的，像我们外来的人来这里参观游玩，
是收费的。现在呢，就来村里面转一转。它这个村落以前还是挺热闹的，因为他说人多的时候有400多个人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大部分的房屋是建在石头上面的，以石头作为地基，以石头作为通道。因为在这种村在山上面是石头，这些房屋大部分都是木头的。前方看有点斜了，那这栋房屋历史也比较悠久，看起来是斜啊，但是不会倒。这个地方以前应该也是有栋房屋的，只不过后面人搬走了，或者其他原因倒塌了，现在变成菜园子。真的走到农村，感觉最不缺的就是菜。像这些传统的房屋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养鸡、养猪都养了吧？没有，我老了不行。哦，只养了点鸡。就是养个鸡的。刚才那位老奶奶她说年纪大了，不方便养猪，就养了一点鸡。像这些房屋也是没人住的，就是很多人搬出去的。因为刚才那位大叔说，以前400多人，现在就几十个人在家，那可能大部分人呢搬出去了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在外面上班，在外面成家，那基本上就把父母也接走了。那这栋房屋也是没有人住的，这种都是榫卯结构的，没有铁钉，那最多就是木钉子。那这边很多人那个做饭呢，还是用柴火，可以看到那个木头占多数。我感觉这一块的房屋啊，基本都没人住，这有点可惜啊。我们说没有公路通到这个寨子里面，那么这里面同样也是没有道路的，就是这样一些小道路。所以在这个村落里面呢，其实已经不存在交通工具了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村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但是这位大叔告诉我，他们这个村落已经拥有1200年的历史，是一个历史非常深厚的村落。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因为几百年的古村落都很难得，这个上千年的是少之又少。只不过由于交通不便，在这个村落里面生活的人是越来越少。哇，你看这些都没人住的。刚才我们看到的可能基本都是木头房子，在前面几栋呢，就有那种新建的房屋，水泥或者砖砌成的。我刚才问了那位大叔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们这边如果是砖运送过来，一辆车是700块。那么你像这样一栋房屋要多少砖呢？他说可能10车都不止，因为这边运送进来成本确实挺高的，外面的路非常不好走，很窄，而且坡度又高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很多人还是坚持住着传统的那种木房子，不想更换。在这个村落看到好几栋这样的房屋，大概有7、8米高。这个到底是什么房屋啊？感觉跟我以前看的那种烤烟房很相像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这是村委。可能很多人会说这里是通公路的，那里有条公路，其实没有啊，因为大家仔细看就知道了。它这个村落是3面环水的，那边要过来，同样是坐船的，只不过呢方向不一样。一个村有2个渡口，这边是村尾，那边是村头，因为方向不一样。这里是一条路，而我们呢是在那边的大山下来的。停靠在那里，所以这里才有2个渡口啊，要不然你再绕过来就太远了。在这边就看到那种木船以及塑料船。这个河流非常安静啊，它是河流，也是属于一个水库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上面绕下来的，绕到这个山脚下面是非常陡的，所以他们这边建房屋才刚刚说的用砖或者是水泥砖，成本是很高。因为那边既是陡坡，又是很多180的弯道。这个村到处能看到一些这种那个石磨上面的，就是当时他们是自给自足的。这里的树木好多啊，6、700年的，算是一个历史非常深厚的村落。我准备走的时候，发现对面来了好多人，估计也是要进村参观的。有10多个吧，那船只也即将
准备过去了，我们就坐船过去，然后他们那个坐船过来。我们现在过去就是乘坐另外的船。刚才那位大叔是去放牛了，这位是那位大叔的太太。在这里还有个竹筏，很久没见到了，这个应该是当地的村民自己弄来进行游玩的吧。我们现在已经从村落出来了，而这里马上又有一艘船的人去对面，所以每天来这个村的人挺多。那么像这样的村落，假如是你，愿不愿意来这里住呢？估计很多人来这里游玩一下可以，长期生活估计待不住。